现在我要开始做的是烟囱的部分。那烟囱的话，它里面是有预留孔的这个孔洞的。那说明书上并没有标示出预留孔要开孔洞的地方，除非我们翻到前面去看一下。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指示说明说要开出预留孔的孔洞。所以必须要先对照这里啊，这一些小的排烟管会经过的路径，然后在你的烟囱的内部先开出预留孔，啊，可以让预留孔可以让这些小烟囱暂时的附着在上面。那我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它还有蚀刻片会经过这些地方，所以这些都是没有粘死的。这些烟囱全部都是靠下面这些地方粘住这样子方便我在做迷彩涂装的时候比较好抓它的位置，所以我会暂时稍微点个胶，然后让它们固定。这些全部都是没固定的，都是粘在下面，找一个支撑点，然后把它粘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内部呢 ，Verifier 它有提供这个 3D 列印件，那你也可以看得到，这边会有个缺口，你就是刚好把缺口摆上去，就可以定位。这样就可以定位。那 Verifier 的烟囱，它是左右还有前侧3片去结合起来的。那它这样子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要顾虑到每一个部位细节的铆钉是完整的，所以它模具才会开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这样子先把它上胶，先把塑胶件都给固定起来，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蚀刻片的部分什么时候安装，或者是要不要先上色。OK， 经过刚刚这样子上胶以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烟囱几乎是没有看到任何的缝隙的，所以精准度是相当的高的。好，然后左旋的这2支排烟管的设计就比较奇怪了，因为我按照了它的预留孔下去钻孔了以后，然后安放了它的位置它的位置反而是有点朝外侧，所以我就没办法固定它。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除非它走的路径不太一样，它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还蛮怪的。它没有往内偏，然后这一根前侧的这一根，有没有看到？它也是，都是往外侧走的，都是往外侧，没有贴合着烟囱的走向，所以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蛮好奇的。对，所以如果真的是要这样，那我可能还要连接下面的结构，整座烟囱做起来之后，才会一起把它放到船身上面去，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那我们再来就先安装蚀刻片，或者是先上基础的迷彩。这个是已经喷完迷彩色的高雄号的主剑桥，那可以看到上面其实我把全部的 3D 列印件以及蚀刻片都已经安装上去，然后它是有迷彩的配色。那迷彩的做法其实就是，你看在这个地方，我有使用 Verifier 它原厂的打孔的爬梯，它的做法就是
在我剑桥都还没上色之前，我就使用模板，先把爬梯的口全部都打出来。打出来了以后，就不要去理会它了啊，因为打出来了以后，我就会使用这个，这个是素描用的橡皮擦，品牌是这个灰博的，它非常的便宜，然后有遮盖的效果，也容易塑形。重点是它的粘性，就不像这种绿色的这种蓝丁胶这么的黏。它的粘性会比较弱一些，那它有遮蔽的效果。那我就会在我要喷涂的地方，我是以浅绿色为底色，浅绿色为底色，整个剑桥都喷完了浅绿色，然后开始去遮我要遮的部位，把要遮的部位遮起来，然后再开始喷绿色。喷完了绿色以后呢，我才开始安装这些蚀刻片。这些蚀刻片也是一样，在这块板子上的时候，我就先喷好颜色了，一样先喷好底漆，然后上了颜色以后切下来，有掉色的地方我们再做个补色，那没有掉色的话，我就是直接安装上去零件上，那做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那高雄号的话，它又分别分为朝上的这一面，从俯视图看下去的时候，它是灰色的，然后侧面也是迷彩，对，所以我就是先喷完了所有的侧面都喷完了，然后再开始朝上喷漆，直接朝上这样子往下喷，喷单一的那个无感灰的灰色，所以就可以完成它的分色。那前面的这一块，它是油布夹板的颜色，所以这一块是蚀刻片。那我也是另外喷好之后才安装上去，你就可以完成整个剑桥的分色。那零件的话，像这种 3D 列印件，都是最后我才安装的。那最后安装的时候，你要依照最后在安装的时候，你要依照它的线，迷彩的路线，去规划你所要遮蔽的范围。像这个地方，我就是一样是先喷成浅绿色，然后遮蔽了这一块，还有上面的这个头，这里遮起来，因为这一块的背景是浅绿色，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是留浅绿色，然后这样子上面遮了一块，下面遮了一块，然后后面就全部都是绿色，就是以这个方式来讲，喷完小零件的分色，然后这个放望远镜的这个也是一样，从正面看它是绿色，深绿色，从侧面看的话它是浅绿色，所有的零件都是独立出来，然后上好色之后我才粘上去的，这样子你在制作迷彩会比较好制作。那在使用的时候呢，例如这支后烟囱我并没有装任何的蚀刻片，对，所以这一段我就是用后烟囱来演示一下我是怎么喷迷彩的。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后烟囱的迷彩涂装。那我已经上好色了，现在我就开始使用遮蔽的这个遮蔽泥来去遮蔽我们刚刚已经喷过的位置。
好，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迷彩的色块。那就是把它捏一捏，然后就直接贴到我们所需要贴的位置，像这个样子。然后现在换贴下面。好，贴起来之后，下面再固定它，那就是像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需要喷涂的位置是深绿色的，那就可以进行喷涂了。OK， 那喷完了以后，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移除遮蔽。你轻轻的把它撕下来就可以了，你就可以看到漆料它并没有穿透遮蔽泥，所以有盖住的地方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那有些遮蔽泥它会残留在我们的弓箭上，所以你只需要重复的去粘它，就可以把它清除干净。这样子就很干净，而且不会有任何的残留物在上面。塑胶件的部分已经喷完了迷彩，现在开始要来制作蚀刻片的部分。蚀刻片的部分我要制作环境的时候，我会先把它们都喷上浅绿色，就是后面的这些全部都喷上浅绿色。那我们现在找一个可以来示范的零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先做这一个好了，就是烟囱上面的走道。烟囱上面的走道，它是在上面是横的一排。我们先找出对应的零件，然后稍微比对一下它要安装的位置，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挑选出需要遮蔽的这个位置，一边是绿色，一边是深绿色，然后使用遮蔽泥直接的压上去，那我们就先用遮蔽泥先来做遮盖。遮盖上去，好，那左边的没有遮盖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先喷成深绿色。OK， 现在已经喷好深绿色，我直接移除遮蔽泥，你就看到它很明显的分色。那我们再把这个蚀刻片的零件给切下来。切下来以后，再比对一下它的位置，这样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蚀刻片它也是有分色的效果。它安装的位置刚刚好，那我们就可以
把蚀刻片给粘上去。那一样是使用速干胶，就是这个所谓的超级胶。然后蚀刻片稍微沾一下。沿着它的位置贴上去。那贴完之后还要注意一下水平的位置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的话，那我们还需要再重贴一次。好，然后可以的话，那我们就把其他的支架开始向下弯曲。然后在支架的内侧点上速干胶。就是这个样子。一样在内侧点上速干胶。我刚刚已经装完了大部分的环晶啊，所以环晶也是照着我的做法，就是我先喷成了浅绿色，然后我去评估说哪边是深绿色，就直接在蚀刻片上直接用遮蔽的方式，你可以看得到遮蔽的痕迹啊，用这个橡皮擦啊去遮蔽它，然后喷涂啊，看起来的位置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那这一点点偏差，你只要后续再稍微靠补漆稍微补一下就可以了。那我现在要做最下面的这一圈，最下面这一圈我就会把它直接摆在上面，看一下它大概的位置。由于它的这个位置大概就是浅绿色，然后深绿色会在。深绿色应该是在这个部分会结束。好，那我只要把其他区块遮起来就可以了。就这样，好，我遮得很随意啊，然后就手可以捏着缺口的位置，然后进行喷涂，喷深绿色。
喷完大概就是这样啊，然后把它撕掉，就会变这样。好，那我们来印证看看我们的方式对不对。目前蚀刻片上面的漆料是还蛮潮湿的。我看看大概的位置，按照按照平均来说的话，定位点应该在这里。然后再来就是使用快干。那这个时候的快干，我们的点胶棒就需要非常的干净，为了要控制我们的点胶的量，不可以太多的快干，以免外面会看得就很脏。你拿着点胶棒，稍微在你要固定的位置的下面点一点点。然后使用工具稍微移动它，把它放到你点的胶位置上面去。OK， 好，正面看起来是可以，再转到侧面，转到侧面的话，把它压下来到你期待的位置啊，看起来是这样。好，那我们喷的时候，可能刚刚就有误差了，我们的判断会有一点点误差，嗯。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烟囱的环巾。然后再来就是补上后面的小烟囱。那由于已经都上了色，所以这个地方我可能就不会使用模型胶，我一样是使用超级胶快干。
就是这样。哦，侧面看起来啊，正面看起来，这边看起来啊，然后这边还有一条楼梯要再补上去。那这里会有一点点的缺失，这个地方的缺失，颜色缺失啊，我们就可能就靠笔图去补救一下。然后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补漆的。那最后就剩下这一根楼梯，这一根爬梯装上去了以后，顶部排烟的地方、熏黑的地方，我再稍微做个上色，烟囱后烟囱就做完了。它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OK，那我就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我在制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昨天半夜，我有跟英国的那个 YouTuber Nigel， 他在讨论关于 Verifier 大告的这一个船的制作上的问题。我可以发现 Nigel 他是属于一个很标准的建模师。第一，他会清点零件数量；第二，他会去看每一样物品在安装的时候的对应位置。然后去参考多方的建议，所以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事情。对，所以 Nigel 他是一个比我还要细心的一个建模师。那之前我有说到，我有跟 Nigel 说这个地方是不需要开孔。后来 Nigel 他跟我讨论了以后，我才发现不是，其实他要开的，他这个孔是不需要开的，这个孔是不需要开的。后面这个孔是需要开的。那这个孔 Verifier 它标错了尺寸 ，Verifier 标的是 0.8mm， 而实际上它是 0.5mm 因为它摆了一个 IU8 的套件在那边，一个相当小只的一个通气口，就这个 IU8 这个是 Nigel 他发现的问题，这个我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所以我按照了 Verifier 的指示，钻了一大堆 0.8 的孔在这边，结果到最后我只能就拿了一大堆的通风管就往上塞只能这样解决，因为孔已经开了，而且夹板色我也上了，所以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我只能安装其他的通气口，或者是摆东西在上面把它遮住。这个就是在制作的时候必须要先去看的东西。OK， 好，再来这个零件，如果你是购买豪华版的话，它是会有一个 3D 列印件的前悬的这个设计，在这个地方是整个都是 3D 列印件。那 Verifier 的改套说明书它并没有标示这个东西，你可以在你的列印件的板件上找到这个零件，然后安装上去，这是属于豪华版的部分。然后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我标记做很多东西是为了我要统计我所使用的零件的数量。
好 ，OK， 再来就是关于组装的部分。高雄这一艘重巡洋舰，它在组装的时候，整个中段舰桥是互相干涉的东西，所以我的做法是从后面的这个设计指挥所这里开始搭建，往前搭建。好，搭建的时候，包含有要更换蚀刻片的地方，我都会一并做更换。但是我并没有把它粘在甲板上，因为我怕粘上去之后，你就完了，因为你就没办法再做下一步了。然后这里有个示意图，这个示意图的用意是为了要告诉你，这几支烟囱的走向是长什么样子啊？但是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先装上这几根烟囱，然后这个烟囱必须要留到后面再安装。那为什么？因为你在组装主烟囱的时候，后面的这根支架它是必须横跨到这个部位来的，而且它是横向插进来的。你插进来的状况下，这些烟囱全部都会变成阻碍物，而且烟囱每一根的走向都是采一个外展的方式，对，所以你几乎是烟囱放进来了以后，这些小的排烟管才能从上面往下安装，这是唯一的方式。然后旁边，如果你是买豪华版的话，旁边还会有小支的烟囱，这个也是我觉得到最后再安装会比较好，因为你可以看到小的烟囱的位置刚好会被指挥所的这个塔给挡住，所以你可以到后面再安装也可以。然后它的说明书的这个地方有标示的这个临界是先安装上去的，这个我也不建议先安装因为你的主烟囱上面的这一支排烟管，这一支排烟管的编号是 G11， 它必须要穿透你刚刚的那个架子，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就把这个零件安装上去的话，那你的烟囱就没办法直接放下来，也没办法从前面往后塞，所以这个架子不要先安装。然后包含这两个通气口的设计，这两个散热口的设计，它的固定座是从下面连接在甲板上的。那以 Aoshima 青岛社的设计，它是上面直接跟烟囱连在一起，所以它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Verified 会有这个困扰。然后你再折完蚀刻片，再折完了这个零件的蚀刻片，我看一下它的编号是几号的，D23。折完它的蚀刻片之后，你必须要把它放在烟囱的下面，然后接上排烟管，然后再从这个位置把烟囱塞进去到这个定位，然后放进去了以后，才可以把这两个散热口就定位。所以这个都是很环环相扣、非常复杂的东西，而且在烟囱的下面这个地方，如果你是豪华版的话，它还多了一个支架。那个支架，我觉得你可以先粘在烟囱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一个C24的这个零件，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可以先粘在烟囱的下半部，所以它互相干涉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你也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支架，它是顶在烟囱的后半部，所以你这个支架安装上去了以后，才可以粘这两根小的排烟管。然后这里的这些网状的空间，就是让那4支排烟管从上面往下插到定位。所以这个是烟囱这个部分比较困难的地方。
然后其他的就我在影片当中也有说明到安装的顺序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很大的问题。那再来就是主桅杆，主桅杆在制作上的话，我觉得遇到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毕竟主轴这一支是圆柱体，所以我在连接的时候，这个绞盘以及这个平台，我并不会点上任何胶水。我会把这个平台套在这个上面之后，在这上面这个凸的地方，或者是这里凹的地方，点到我们的超级胶，才把它组装起来。那这样子，你整只主轴在旋转的时候，你在调整位置的时候，都还有的救，因为你还要顾虑到后面这两只它的位置。所以以前面来讲，它是以前面的这个为基准点高度的问题，做基准点，然后再去连接后面大概这个位置，所以环环相扣会比较复杂一点。好，再加上高雄号它下面的是3个支座，然后上面是3D 列印件，所以我的建议是先使用上面的3D 列印件固定了这3根杆子，然后下面直接安装在飞行甲板上，那你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三角形的位置。三角形的位置很明确的固定在飞行甲板上之后，你再把这个地方全部打散，这里切开，这里切开，这里切开，其实不需要用切的，你只要来回折个几次，它就分开了。散开了以后，你再来安装这些地方，那就可以确保说你不会因为搭建完了这个东西就放不进原本的预留孔。所以我的做法就会跟说明书比较不太一样。那其他的关于蚀刻片的部分比较没有比较大的问题。OK， 好，再来这个 B34、B35 这2个是相反的。它标错位置应该说是编号是标错的。所以你就是看着编号，你就一放上去，你就知道其实它是不对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好发现的。那安装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也是使用蚀刻片制作，所以我在安装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非常大的问题。然后我搭建的时候就是从这个部分一路往前搭建然后搭建到这个地方为止，然后这一座，也就是这2个，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安装的然后把烟囱就定位了，然后开始安装这4支排烟管排烟管安装好了以后，才安装旁边小支的这个排烟管。安装完了以后，烟囱是跨在这个东西进来的，跨在这个上面进来的，然后你才去安装下面的通气口这些东西，这些散热装置，这个是到时候才安装的。安装完了以后，所有基本上都就定位了，我的第2烟囱才会从这个地方放下去，然后去固定它。固定完了以后，那我就可以确保我整个中央结构它是不会再移动的。那个时候我才会安装这2个。安装这2个，虽然它在甲板上是有一个凸点是可以让你固定的，不过我不确定我的位置是不是正确，所以就是剑桥我已经安放好了，剑桥我才会安装这个，然后并且去观察一下它这2个走道的长度够不够，需不需要修改所以到后面我发现的就是其实 Verify 在这个部位它的尺寸的拿捏都还蛮准确的，所以做起来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问题。所以以上就是我在制作高雄号的一些建议。好了，我已经把烟囱
前后烟囱，然后旁边的走道，大致上都已经组装在第二层的甲板上面。那你可以看到我的烟囱是并没有固定的，第一个烟囱是没固定的。这个顾虑是因为 Verifier 它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下缘这边，这个距离是比较小的所以你必须要把烟囱抬起来才能伸进去。好，那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我在里面的连接点这些固定桩我是完全没有安装的，这个东西是不会去影响到剑桥的任何一个结构，对，只是我在安装的时候怕这个地方它会去影响到烟囱的进入，所以我就选择不安装它。好，那安装的时候就必须要把烟囱，我先把剑桥放着然后烟囱抬起来，然后把它伸进去，慢慢的滑进去。OK，滑进来之后，你会看到这边会有个缺口，这个缺口是要跟着这根管子的，那才能够放得进去。对，所以你在组装的时候，把整个剑桥开始往后移的时候，到这个位置，可能要稍微再把烟囱抬高一点点，让它进去那个洞里面，然后再注意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剑桥必须要跨在里面，应该是说剑桥要跨在这一个沟槽的上面，这样子 ，OK， 这样就滑进来了那剑桥到定位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可以跟得上的，这里也是这个时候你再选择需不需要上胶来固定这些东西由于是我们剑桥装了相当多的蚀刻片，所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力去把剑桥往下压去做个固定。这个就是高雄的设计，非常的繁琐麻烦。然后连上面都没有地方可以捏它去固定它。嗯，就是把它卡进去。
OK，那这一面就固定了，然后等到焦干之后，我再反过来固定这一面。固定好了之后，就整座把它移到船身上，就可以开始安装。好了，我大致上船身上的装备大部分都做好了，只剩下张线还没有拉。那张线在拉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做所谓的旧化。旧化的方式其实就看个人。那我的话，我习惯性使用的颜料就是绿色的这个部分是田宫的油性硝基漆。那田宫的漆料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它的漆膜很脆弱，对，所以我可以使用这种酒精75%的酒精去洗它，它就可以造成褪色的效果，就会变成这样，就会这种褪色的效果。然后上面这个地方，因为我之前有先用油画颜料去抹过它，所以这边可能要用到95%的酒精去洗它，才会有这个褪色的这个效果。那等一下就是除了甲板以外，那其他的地方全部都要用酒精洗过。那酒精洗的话，其实也不会说很困难，你就这样沾着，然后就上来就抹了。对，然后再等它干。每一家颜料都有它的特性。我使用田宫的颜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漆膜特别的脆弱，所以我使用田宫的颜料来做船身上的涂装。那像这种浅绿色的这个部位，这个是我使用台湾的一家公司叫玉电馆，它所生产的颜料。然后我就是用黄色、绿色以及白色跟红色去混出这个颜色。那玉电馆的颜料的运用在这个地方就相当的不利，因为玉电馆的颜料漆膜太强，几乎是洗不动它，它可能需要使用到专用的溶剂啊，那种漆面去除剂，才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漆面所以如果还是酒精洗不动的话，我会尝试使用95%的酒精洗这个浅绿色如果再洗不动的话，可能就用其他的旧化方式来做这个地方因为如果我用类似溶剂类的东西去洗它的话，它有可能就是整艘船都会毁掉，所以风险是相当的高我就比较不推荐使用这种方式。就这样然后前面再补一下。好，等它干燥，我们再来看效果怎么样。OK， 那再来就是开始做船身旧化。船身旧化的时候，我使用的是这一罐权威模型，这是中国大陆的产品然后颜色就是这个样子。那使用的时候，我会搭配这个 Zip 的打火机的燃料，
来去做稀释。准备一支油性的画笔，然后把打火机的颜料加进去。就这样，船身就是这样子点出来的，然后有时候你可以就拉直线下来，然后再准备棉花棒来做擦拭。就是这样，然后做完整条船身。